在《甄嬛传》中，四大爷常说后宫嫔妃不得干政，然而有一次却是四大爷自己来到景仁宫，将朝政之事说与众嫔妃听，为的是准噶尔求亲一事。这场全剧唯一的后宫朝政座谈会，看似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实则背后一人暗暗心酸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今天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会议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皇上刚下早朝，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四大爷对皇后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一点皇后心知肚明，因此皇后见四大爷一下早朝就赶过来，料定四大爷肯定有要事要说。果不其然，四大爷接着就说起准噶尔求亲一事。今日早朝，准噶尔派人入朝求亲，为他们的英格可汗求娶大清的公主做王妃，以安边民之心。皇后闻言心想，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处理？答案不是很明显吗？天朝公主下嫁和亲也属常事，只要从宗室里边挑一个合适的女孩子，封了和硕公主下嫁便是。四大爷头疼地表示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为难的是，他们此次要求娶的是嫡亲公主，而非宗室女子。四大爷的话一说完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曹琴墨的身子哆嗦了一下，因为曹琴墨的女儿温宜公主是四大爷唯二的女儿，而辛巴继生的那个女儿存在感很低，这样一来，四大爷很有可能会将和亲人选的目光锁定到温宜身上。这边曹琴墨如坐针毡，那边梅姐姐大义凛然。准噶尔本属大清，不过是个边疆部族，大清肯下嫁公主，已是给他们极大的颜面了。竟然还要予取予求，非要嫡亲的公主，实在是得寸进尺。通过梅姐姐的这番话，我们不难看出来，梅姐姐对大清的实力十分自信。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静妃听完梅姐姐的话，顺势分析起大清往年的和亲势力。和亲一般都是选宗室女，臣妾记得只有先帝爷将自己亲生的蓝旗公主嫁与了准噶尔。静妃的这段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，正是因为有此先例，朕才不好回绝。可见任何事情一旦有了第一个，就会有再二再三。见四大爷迟迟没个准话，曹琴墨一脸焦急地说：皇上，温宜虽然是您亲生的，可她还年幼，如何能和亲啊？这句话虽然是曹琴墨的推脱之言，但也是客观事实。四大爷表示这一点他早就有想到。温宜若是足岁，朕也不必为此烦心了。估计曹琴墨此时正在心里吐槽，四大爷这话说了还不如不说。然而吐槽归吐槽，会议还是要进行下去的。接着四大爷开启了后宫朝政座谈会的第二项议程，分析朝中情势。朕登基不足3年，刚刚平定了西北，准噶尔是一向厉害，若此事得不到妥善解决，恐怕要起战事，而如再动兵，一时钱粮都不足啊。通过四大爷这番分析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如今大清的局势并不像梅姐姐想的那么乐观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所以答应准噶尔的和亲要求是四大爷唯一的选择。但温宜公主的年龄不够和亲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四大爷心中不是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只是不方便自己说出来。于是四大爷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为今之计，和亲是唯一的办法，只是朕亲生的温宜公主太过年幼，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曹琴墨闻言顿时松了口气，四大爷的这句话相当于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丹。对于曹琴墨来说，不管四大爷之后会选择谁去和亲，只要不是温宜就好。那么四大爷究竟选谁去和亲才好呢？对此皇后提供了一条可行建议。准噶尔只说求娶嫡亲公主，未必是皇上亲生的。先帝最小的女儿昭归公主正当妙龄，尚未定下人家，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。其实皇后能想到的，四大爷何尝想不到？只是咱们前面也说了，四大爷不方便自己提出来，至于不方便的理由，稍后会跟大家揭晓。皇后的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正中四大爷下怀，但四大爷偏偏还要假惺惺地说：可她毕竟是朕最小的妹妹啊。
这里大家认为四大爷是真的顾念手足之情，所以不忍心送昭归公主去和亲吗？其实不是，四大爷这么说不过是不想让众人非议他的刻薄。四大爷登基以来，先后囚禁了数名皇室宗亲，就连四大爷的同胞兄弟老14也在其中，这些已经使四大爷陷入了舆论的风波。皇阿玛，皇叔们再有错，到底是您的兄弟，您圈禁兄弟，臣民惶恐，不知要如何揣测呢？所以四大爷为了名声着想，实在不能主动提出让昭归公主去和亲。就算这个主意是皇后提出来的，四大爷也得装作十分为难，这样才能向众人表明他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帝王。然而毕竟是同床共枕多年的夫妻，皇后哪能不知四大爷的心思？四大爷这是在等自己替他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于是皇后很上道地说：皇上日夜为国家劳心，连自己都付出去了，又怎能再怜惜一个异母所生的妹妹呢？更何况昭归公主的生母只是先帝的一个贵人，即使日后皇上指婚，也不过是在朝中挑个中等人家，又怎及嫁出去给准格尔体面尊贵呢？这里大家是否有注意到，曹琴墨在听到贵人这个字眼时，眼睛都不自觉地睁大了，可见皇后的这句话对曹琴墨的心情产生了很大影响。那么大家认为曹琴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这其实是因为曹琴墨自己也是个贵人，所以他想到温宜以后，也很有可能因为生母身份低微而不得不走上和亲的不归路，因此心下难过，这也为后期曹琴墨投靠甄嬛、卖主求荣埋下了伏笔。四大爷很满意皇后的这套说辞，既能解决和亲问题，又不损失帝王的体面和名声，于是四大爷敲定昭归公主作为和亲人选。皇后说得对，朕只有这么一个未嫁的妹妹，不能不为她打算。昭归既然是唯一的人选，那么就由皇后准备，10日后下嫁准格尔。这时一直默不作声的甄嬛突然开口：办起嫁妆的事来，说简单也简单，都由内务府盯着；这说难也难，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，出了便关系到大清的颜面。人多事忙，臣妾想，曹姐姐最细心，不如就请曹姐姐帮公主准备着。甄嬛此举意在敲打曹琴墨，因为昭归公主的身世和温宜公主差不多，曹琴墨要是为昭归置办嫁妆，就相当于提前感受到了被迫嫁女的辛酸。这点曹琴墨本人也意识到了，于是他赶忙婉言拒绝：臣妾实在不懂这些，恐怕有负了皇上和妹妹的美意。但这个想法可是四大爷最爱的嬛嬛提出来的，曹琴墨怎么可能拒绝得了？你的心是细，适合干这些。至此，准格尔求亲一事看似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但曹琴墨却是万分焦虑。如今温宜因为年幼才勉强逃过这一劫，但温宜总有长大的一天，那时又该怎么办呢？曹琴墨觉得是得提前做一些打算了。虽然四大爷和曹琴墨同为温宜的父母，但感情深度终究是不一样的。四大爷的孩子不止温宜一个，可曹琴墨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因此曹琴墨不得不为温宜多考虑一些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